欢迎大家来到 Pony 聊天时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麦麦，我是小夏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几乎每个中国人每天都要用的东西。我猜你已经知道了，就是微信。对，没错，微信几乎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吃饭、聊天、发照片、付钱都可以用微信。对啊，我记得我一天都离不开微信。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一看消息。我也是，我每天一睁眼就会点开微信，看朋友有没有给我发消息。发消息这个词大家要学一学哦。发消息就是给别人写文字、发语音或者发照片。比如我给麦麦发了一条微信。对，发就是发送的意思，你也可以说发图片、发视频。小夏，你每天大概用微信多久啊？我觉得至少3个小时吧。哇，那还挺多的。你都在微信上做什么呀？主要是工作，也会和家人聊天，有时候还看朋友圈。对，朋友圈这个词大家一定要记住。对，朋友圈就是你可以发照片、文字、视频给你的朋友看的地方。有点像是你的生活日记。对，你发一张照片，写一句话，朋友就可以点赞或者留言。点赞就是你喜欢别人发的东西，就点一个小爱心或者大拇指。留言呢，就是在别人的朋友圈下面写几句话，比如哇，好漂亮，或者你今天真开心。小夏，我发现朋友圈真的很有意思，有的人喜欢发吃的，有的人喜欢发风景。对，还有的人喜欢发自拍。哈哈，我就是那种喜欢发自拍的人。哈哈，我知道，自拍这个词也很常用哦，就是自己拍自己的照片。对，自是自己，拍是拍照，所以合在一起就是自拍。不过有时候我也觉得微信有点太方便了。为什么？方便不是很好吗？哈哈，因为有时候工作的人太容易联系我了，晚上也会有人发消息。哦，我懂了，方便是一个好词，但有时候也会带来一点麻烦。对，比如方便，就是容易做一件事情，比如微信很方便，坐地铁很方便。那你一般怎么回复别人啊？如果是朋友，我会马上回；如果是工作，我会先看一下要不要马上处理。回复这个词也很常用哦，就是回别人发给你的消息。对，比如我发给麦麦一条消息，他看到了，然后他说好的，那这就叫回复。哈哈，对，其实我有时候会已读不回，对，就是看了消息，但是不回。哈哈，这个词挺有趣的，大家记一下，已读就是看过了，不回就是不回复。对啦，小夏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加微信的样子吗？当然记得啊，那时候你刚来公司，我们互相扫了二维码。扫二维码也是一个微信常用动作。对，二维码是一个有很多黑白点的图案。你用手机扫一扫，就可以加朋友、付款、看菜单。所以现在我们常说扫一扫。我觉得微信真的太强大了，除了聊天、发朋友圈，还可以用来付钱。对啊，微信支付。对，比如你去咖啡店买咖啡，你可以说我用微信付。付就是给钱的意思。刚刚我们聊了微信的聊天、朋友圈、付款。对，现在我们要聊聊微信的其他功能。其实微信还有好多好玩的地方。对啊，比如我最近很喜欢看视频号。哦，对，视频号就是在微信上可以看短视频的地方。没错，你可以看到朋友发的视频，也可以看一些你不认识的人拍的。有时候我刷视频号能刷1个小时。哈哈，你真的是刷视频达人。达人这个词有点难，就是在某方面很厉害的人，比如运动达人、美食达人。对，麦麦就是微信视频达人。除了视频号，我还经常用小程序。对，小程序也很方便。对，大家记一下，小程序就是不用下载的 app。
对，比如你想点外卖、订票、买衣服，都可以用微信的小程序。你只要打开微信，搜一搜就能用。搜一搜这个动作也很常见，就是找的意思。比如我搜一搜附近的餐厅。对啦，我还经常在微信上打语音电话。对，我也喜欢。语音通话就是用声音打电话，不用打字。对，你点一个按钮，就能听到对方的声音。这个功能太方便了，尤其是跟家人聊天的时候。我妈妈特别喜欢用语音，她每次都不打字，只发语音。哈哈，很多妈妈都这样。其实语音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更快。对，语音就是声音的语言，不是文字。对了，妹妹，你喜欢发表情包吗？哈哈，我超喜欢。表情包就是那些有图片、有文字的小表情。对，比如笑哭的脸、生气的猫、跳舞的小熊。有时候一句话说不清楚，发一个表情就够了。对，比如我生气的时候，我就发一个气鼓鼓的表情。哈哈，那我看到就知道你在生气了。我还很喜欢微信的群聊。对，群聊就是很多人一起聊天。对，比如我们公司的同事会有一个群，家里人也有一个群。对，群就是很多人的意思。有时候一个群里有上百个人呢。对，有时候信息太多，手机会叮叮叮一直响。哈哈，这个时候我就会静音。静音就是没有声音，你还能看到消息，但手机不会响。小夏，我发现现在大家几乎什么都在微信里做。对啊，工作、学习、娱乐、交朋友都在微信。有时候我觉得微信就像一个小世界。对，小世界这个词说得好。因为你在这里可以看新闻、买东西、发照片，还能看别人的生活。对，真的是一站式的 APP。一站式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是你在一个地方就能做很多事，不需要去别的地方。比如，微信是一站式生活平台。哇，这个词学到了。我觉得我每天都离不开微信。我也是，不只是聊天哦，连和家人联系也全靠它。对，我妈妈在老家，她每天都给我发语音。哈，是不是那种1分钟、2分钟的长语音？对，她会说：“麦麦啊，你今天吃饭了吗？”太可爱了。我觉得这个特别温暖，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城市，但听到她的声音，就觉得她在我身边。对，这就是微信的好处，让远的家人变得很近。很近这个词虽然简单，但真的能表达那种感觉。我呢，微信更多是用来工作。对，你经常在工作群里发消息。对呀，我们部门每天都在发文件，讨论、安排事情。部门就是公司里的一组人，大家一起做同一个工作的。对，比如市场部、设计部、销售部。对，那发文件是什么意思？文件就是工作用的资料，比如表格、计划书，你在微信里可以直接发给别人。哦，这样很方便。对，所以我每天几乎都在看工作消息。哈哈，你不觉得累吗？有时候会啊，尤其是晚上还要看老板发的微信。哈哈，那真是下班也逃不掉。对，这个就是现代人的微信焦虑。焦虑是有点难的词。对，简单来说，焦虑就是有点担心，有点不安。比如你怕错过消息，就会焦虑。我觉得微信也让朋友之间更容易联系了。对啊，以前我们想和朋友聊天要打电话，现在发微信就可以。对，比如你突然想起一个朋友，就可以说：“嗨，好久不见。”对，好久不见这个句子很常用。对，我觉得微信让朋友之间更亲近，但是有时候也会变得更远。怎么说？有的人只在朋友圈点个赞，却不真的聊天。哦，我懂，大家看到了彼此的生活，但不再真正说话。对，这其实也是一种安静的联系。安静的联系这个说法好温柔。哈哈，
是啊，就是我们不说话，但还在互相关心。小夏，那你觉得用微信谈恋爱是什么样的？哈哈，这个问题不错。我觉得微信让恋人联系更方便，比如每天发消息、打语音。对呀，还可以发照片、视频，看对方今天做了什么。但是如果吵架了，也很麻烦。对，有时候一个表情发错了，对方就会误会。哈哈哈，对，比如你只是发了个别人可能觉得你不高兴。对，所以微信聊天有时候要注意语气。语气就是你说话的感觉，比如你开心的时候语气轻轻的，说好的；生气的时候语气重，说好吧。对，说得太好了。小夏，我发现我们聊微信，其实就是在聊我们的生活。没错，现在的生活几乎离不开微信。吃饭、出门、买东西、上班、聊天、学习都能用微信。对，它就像我们的第二个家。第二个家，好贴切。对，在这里我们有家人、朋友、同事，还有很多生活的点滴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微信其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？我觉得有，而且改变很大。比如以前我们出门要带钱包、现金、银行卡。对，现在只要一个手机就可以。对啊，买早饭、坐地铁、看电影都能用微信。对，我们说扫码支付。对，扫码就是用手机扫二维码，支付就是给钱。所以现在出门如果忘记带手机，比忘记带钱包还麻烦。你还记得以前我们怎么和朋友联系吗？当然记得，以前要打电话或者发短信。对，短信就是用手机发短的文字信息。对，每一条短信还要花钱呢。是啊，而现在微信聊天是免费的。对，只要有网络就行。所以微信让沟通更方便、更便宜。对，也更快，我发出去，别人马上就能看到。不过有时候我也觉得微信让我们太依赖手机了。依赖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呀？依赖就是太需要一个东西，不能没有它。比如我太依赖手机了。哦，那我也一样，我每天都要看微信10几次。哈哈，我也是。有时候我在学习，但听到叮的一声，我就马上点开看。那是消息的魔力。小夏，你知道吗？我最喜欢微信的一个功能，其实是朋友圈。哦，朋友圈？我猜你一定喜欢发自拍，对吧？哈哈哈，被你看出来了。但是不只是自拍啦，我还会发吃的，比如奶茶、火锅、蛋糕。我每次发的时候都会想一句文案。啊，小文案少女。那你一般怎么写？给我举个例子。比如我拍了一杯奶茶，我会写生活不易，奶茶治愈。哇，这句好温柔。你看，这就是朋友圈的魔力。你发的不是实物，而是一种情绪。对对对，我还发现不同的人发朋友圈风格都不一样。没错，有的人喜欢发生活，比如今天下雨了，好冷。有的人发风景，比如海边真的好美。还有的人只转发新闻，从不发自己的照片。对，还有一种人只发9宫格照片，每次都发好多张。哈哈，那种人啊，真的很用心。不过我有个问题，小夏，你会删朋友圈吗？这个问题好现实哦。我以前会删，比如觉得那时候写的文案太二，太尴尬了。哈哈哈哈，我懂，我也会删。以前高中的朋友圈全是我不想学习了，好烦这种句子。是吧？我们长大以后就会想，哎呀，发这个干嘛？但有时候我又觉得不删也挺好，那是以前的自己呀。这句话我喜欢。朋友圈其实就是一本自己的日记。小夏，你平时会在朋友圈点赞吗？会啊，不过我不会每条都点。有时候是觉得那句话很真，有时候是觉得那个人发的照片很有感觉。我有时候点得太快，点完又取消。哎呀，你是怕别人误会你吧？对，
特别是那种不太熟的人。哈哈，这就是社交的小尴尬。不过其实没关系，朋友圈本来就是给别人看的嘛。好啦，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微信的内容。对，我觉得微信不只是一个 App， 它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。没错，那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朋友圈和语音。听众朋友们，可以在评论里告诉我们，你最喜欢微信的哪个功能？下次我们要聊一个新的主题，不过先卖个关子，不告诉你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拜拜。